前2期我谈到了眼睛看，耳朵听，今天我们聊说这个字。这个说字是个多音字，但生活里面我们最常用的是这个发音，说。说，它有6个用法，我们先来理解它的意思，把词结合在语境里面来看，然后再尝试造句，灵活的运用它。第一个，说，说是用语言来表达意思，比如我不会唱歌，只会说笑话，只会说笑话。老师刚才说上课不要玩手机，老师刚才说上课不要玩手机。你说什么？我刚才戴着耳机没听清。你说什么？我刚才戴着耳机没听清。第2个用法是解释、提及的意思，比如我一说你就明白了，我一说你就明白了。这道题我没懂，你能再说一遍吗？你能再说一遍吗？还有，你说吧，昨晚到底去哪儿了？你说吧，昨晚到底去哪儿了？这个说呀，也是解释的意思。我不想听你说了，我不信。我不想听你说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了。第3个用法，责备的意思。你为什么不开心啊？我挨说了，妈妈说了我几句。我挨说了，妈妈说了我几句。这个说呀，就是责备的意思。我听见情侣之间吵架有这样的表达，你哪一天不说我会难受是吗？你哪一天不说我会难受是吗？还有，我如果太晚回家，老婆会说我。老婆会说我，会说我就是会责备我的意思。还有，长辈对晚辈的念叨，比如你过年不回家，家里人不说你吗？家里人不说你吗？我回去他们才说我呢，天天说个没完。我回去他们才说我呢，天天说个没完。第4个，指代示意的意思，比如那边贴的公告你看了吗？是在说谁呢？是在说谁呢？说的是那些在厕所抽烟的人吧？说的是那些在厕所抽烟的人。比如你听到一个人在说某件事儿，你怀疑他在说你朋友，就可以问，你在说谁？你在说谁？他可能会回答说，我又没说你，我又没说你。这个说就是指代的意思，我又没有指代你。第5个，言论主张，比如学说，有这种说法。说法这个是常用的词组搭配，意思就是言论主张。这个呢，也是生活里很常用的词，你可以理解为解释或一个人对事情的态度。比如，他为什么取消了婚礼？给你说法了吗？给你说法了吗？给他个什么说法好呢？约好了见面却没去，给他个什么说法呢？滑雪的时候不要戴耳机，听不到附近的声音，很危险。还有这种说法，我喜欢听着歌滑雪呢。还有这种说法，自来水里的重金属超标了，别用它煮面。没有那种说法吧？我以为煮开了就行呢。没有那种说法吧？第6个，介绍说和。以前中国是有媒婆这个职业的，媒婆就负责说媒。说媒的意思就是给女方说个婆家。说媒，说婆家，这个说字的用法就是介绍结婚的对象。现在呢，很少用这个词了，
因为基本上是年轻人自由恋爱。除了自由恋爱，也有相亲。相亲这个词的意思是朋友或同事介绍两个不认识的男女认识。相这个字是多音字，我下期再给大家介绍这个字，它呀在生活里也很常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字的另一个发音，词组是这两个：说服、游说，都是劝说的意思。生活里最常用的是说服，也会有人把它发音读成说服。多音字，如果你读错也不要紧的，因为我们也会读错，放在整个句子里能理解就可以了。比如，他太固执了，完全说服不了他，你去试试吧。完全说服不了他。终于说服他周末和我们一起去爬山了。终于说服他周末和我们一起去爬山了。还有一个音，在古文里面才会见到，它是个通假字，通悦。不悦就是不开心的意思。最后，你来听我说一段话，我会用到生活里的表达，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讲的说字的用法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忙不忙？还行吧，偶尔加班。上次你说看红叶的地方在哪儿啊？这周末你有时间没？一起去啊。上次你说看红叶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我都忘了，我说的是香山吗？我都忘了，我说的是香山吗？好像不是，晚点我翻一下聊天记录。好吧，那你最近怎么样啊？工作顺利吗？工作倒是还行，就是我妈又打电话说我，还问我过年回不回家。就是我妈又打电话说我。阿姨说你什么了？个人问题吗？阿姨说你什么了？对啊，我一说你就知道。我一说你就知道。那你过年回不回家？有计划出去玩吗？咱们一起去国外潜水怎么样？免签的国家机票好像很便宜呢。我很想去，但我要先说服我家里人。不然他们会念叨好久。那等你先安排好再说。最后这句话还有，等你有空再说，等我下班了再说，可以理解为等到那个时候再联系。所以等什么什么再说，这个是生活里很常用的句型。好了，这些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下期我们说香这个字的用法。拜拜。